计划说出口的瞬间，往往就是它流产的开始。在日常生活中，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一种现象？有一天你构思了一个颇具潜力的计划，比方说深造一门技术，筹备一项副业，或者是打算健身塑形。想一想啊，觉得这个心潮澎湃，脑补达成目标后的美好画面。第二天和朋友一起聚会，你忍不住和他们说说你的想法，或者发个社交动态，朋友给你点赞，说你真厉害，哇，你好有想法，你心满意足。可是当你在准备采取第一步行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之前那个澎湃的动力消失了，随后就是无休止的拖延，直到这件事彻底被遗忘掉。为什么呢？那要看清这个现象的本质，我们需要追溯心理学界关于意图和行为长达几十年的学术探索。早在1926年，格式塔心理学的先驱库尔特·勒温提出了一个概念。他观察到人类在心中确定了一个意图或者目标的时候，心理上会产生一种动力。那这种动力呢，会不断地督促我们采取行动，直到目标达成为止。沿着勒温的理论，到了1933年，心理学家威拉马勒进行了一项称为替代价值的实验。他就想知道，那我如果不去完成那个真正的目标，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消除这种心理动力？那马勒在实验当中就发现，如果一个人在执行某项任务的过程中受阻，完成不了，那么你让他去做另外一项看似相关但是难度很低的或者较低的替代任务，他原来心中的那种紧张和驱动就会下降。这个发现就为后来的行为心理学提供了一个伏笔，人类的心理动力是可以被替代品消耗掉的。时间来到2009年，纽约大学心理学的教授彼得·格尔威茨在心理科学期刊上面发表了一项重要论文。这个论文探讨的核心主题叫做意图泄露。通过4个连环实验，格尔威茨教授就揭示了我们人类大脑在处理目标和社交反馈时的盲区。这个研究团队招募了163名参与者，进行了4次不同维度的测试。我们重点来看其中一个针对法学和心理学专业学生的实验。实验的设定不复杂，但非常巧妙。研究人员要求这些学生写下，为了成为一名优秀的专业人士，你们在接下来的1周需要完成的具体任务。比方说，阅读特定数量的专业文献，或者完成某项复杂的案例分析报告。在这个阶段，所有的学生都展现出了对专业身份的强烈的认同和渴望。随后学生被分为2组。第一组学生被带进一个房间，他们需要向在场的研究人员大声说出自己的计划。研究人员不仅认真倾听，还会给予明确的回应，确认我已经知道了你的目标了，而且对你的目标表示认可。第二组的学生经历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他们被要求对计划要保持沉默，不需要向任何人汇报，你只需要把写好的目标纸条折叠起来，放进自己的口袋里。接下来，研究人员给了所有学生45分钟的时间，让他们可以立刻开始执行刚才写下的任务。同时会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中途觉得累了，或者觉得工作量已经足够了，你可以随时停止，没有任何的顾虑。实验的结果令人深思，那些保持沉默的第2组的学生，大部分人都埋头工作了整整45分钟。当时间截止被研究人员叫停的时候，他们在随后的问卷调查当中普遍地表示，觉得我自己距离既定目标还有好长的路要走，我内心仍然有完成目标的紧迫感。你看，心理动力仍然在发挥作用。而那些大声宣布了计划的第1组的学生情况完全不同，他们平均只坚持了33分钟就停下工作，而且在事后的心理问卷当中这组提前停止工作的学生在问卷当中反馈，他们感觉自己离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律或者心理学专业人士已经近了一步了，我内心当中有一种充实感。仅仅是因为向他人宣告了计划，实际的行动时间就缩短了将近1/4。
彼得·戈尔维茨教授在数据分析当中就指出，生理和心理学的机制叫做社会现实的构建。人类在追求一个需要长期投入的目标时往往是为了建立一种身份认同。你设定每天阅读计划，目标是认同自己是一个有学识、求知欲强的人。你设定了考取专业资格证的计划，是为了认同自己是一个合格的专业人士。在正常的行为路径当中，这种身份认同是需要你通过日复一日的枯燥积累，最终在知识体系的建立或者技能的掌握当中获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缓慢，也要消耗你大量精力的过程。当你把这个目标通过语言的方式告诉别人，而且得到他人确认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在处理这部分信息会出现混淆。我们会把他人的倾听和认可误以为目标已经达成了，因为我们的大脑没有办法精准的区分真实的通过行动取得的成就和通过社交互动取得的虚拟的身份的认同。为了马拉在1933年提出的替代价值，在这个地方就得到了印证。你看，口头的宣誓就可以替代我们实际的行动。那既然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大脑为了节省能量自然会削减后续执行过程中的体力和脑力投入。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在公共场合高谈阔论，将未来蓝图描绘的栩栩如生的这些人，实际落地的时候往往缺乏后劲，因为他在讲的过程中就已经把这件事情所需要的内在驱动力消耗殆尽了。格尔维茨教授的另外3个实验也验证了这一点。他们发现，这种意图泄露带来的反噬只针对那些与自我身份认同高度相关的目标。比方说，你告诉别人明天我要去买瓶酱油，这个无所谓。但如果你告诉别人我明天开始要为了马拉松进行长跑训练，你的大脑就会立刻开始窃取这种虚无的满足感。因此，保持沉默是在保护我们脆弱的内在驱动力，拒绝让大脑通过社交反馈的方式走捷径。这还只是个体如果是大型的商业活动呢？提前暴露意图的破坏力那就明显的多呀。在商业活动当中，我们的每一次公开发言都是在向市场释放一个改变供需关系的信号。当我们向外界宣告一个没有准备妥当的计划的时候，就是在打破原有周围人的利益平衡。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美国硅谷就发生过一桩教科书式的破产案。这起案件的主角用一家估值过亿美元的明星企业的覆灭，为事已密成语意谢败8个字提供了详实的商业证据。而这家公司的名称叫奥斯本计算机公司，它的创始人是亚当·奥斯本。我们要理解他后来犯的致命错误，就要先了解他当时在硅谷的地位和当时的辉煌。时间回到1981年，当时的个人电脑市场刚刚起步，像苹果公司的 Apple II 等产品虽然受到电子发烧友的欢迎，但是对于普通商务人士来说，你电脑还是太重了。亚当·奥斯本就敏锐地捕捉到了商务人群的需求，他在1981年4月正式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的便携式计算机——奥斯本一型。我们从今天来看的话，这个机器很简陋，它重达10.7公斤，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小型手提箱，配备了一个只有5英寸的单色显示屏，使用 Z80 微处理器，但那个时候是跨时代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商业策略。奥斯本一型的售价定为1795美元，最厉害的是在它的机器内捆绑了世界上最顶尖的几款商业软件，包括流行的文字处理软件 WordStar、 电子表格软件 Supercake 以及数据库软件 DBase2。 如果消费者在市场上单独购买这些软件，你总花费要超过1500美元，而现在你只需要花1795美元就能买到一台包含了所有这些软件还能带上飞机的便携式电脑。这种商业模式让奥斯本一型在推向市场之后是叫好又叫座呀。巅峰期间，奥斯本一型的单月销量突破了1万台，仅仅成立不到2年，奥斯本计算机公司的年销售额就逼近了1亿美元。亚当·奥斯本成为了硅谷瞩目的企业家，公司正在筹备首次公开募股，前景一片大好。然而，硅谷的竞争非常激烈，
到了1983年初，竞争对手看到了便携式电脑的潜力，纷纷入局。其中一家名为 Kepro 的公司推出了一款配备9英寸大屏幕的便携式电脑，就瞄准了奥斯本一型屏幕太小的痛点，而且价格上也很有竞争力。面对竞争对手的步步紧逼，亚当·奥斯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啊！他需要稳住市场份额，维持经销商的信心，他要讲一个伟大的 story。在这个关键时刻，亚当·奥斯本做了一个商业史上留下深刻教训的决策。他当时为了震慑竞争对手，同时打消消费者去购买 Kepro 电脑的念头，亚当·奥斯本开始在美国各地密集地进行巡回演讲，并主动地邀请了大量的媒体记者。在聚光灯下，他向公众大肆宣扬了公司正在研发的下一代产品，代号叫执行者和磁弧的新型便携式电脑。在各路媒体的采访当中，他详细描述了新电脑将拥有更大的屏幕、更强的处理能力、更完善的软件生态，并且承诺了这些新产品即将面世的具体日期。亚当·奥斯本的本意是制造一种市场期待，他以为只是在分享一个未来的蓝图，展示我们公司强大的研发实力，来锁定这些潜在的消费者。你们等一等，等等我的新产品，不要去买竞争对手的电脑。但他忽略了商业社会当中的一个基本的规则，在一个由理性经纪人组成的利益网络当中，未来的宣告就是对现在的干预。当媒体将奥斯本下一代电脑即将上市的消息大肆宣告之后，市场上的利益相关方们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成为忠实的等待者，相反，出于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他们做出了理性的反应。首先做出反应的是终端消费者。那些本来手持预算打算在这个月就购买奥斯本一型的客户，看到新闻之后就会立刻打消。他们的想法也非常简单，既然几个月后就会有一台性能成倍提升、屏幕更大、价格相近的新一代产品问世，此刻我为什么要花将近$2000买一台注定要被淘汰的旧机器呢？于是消费者选择持币观望。紧跟着，比消费者更敏感、反应更剧烈的是经销商网络。在那个年代，个人电脑销售高度依赖于各地的实体经销商，经销商是需要垫资进货的。当时各地的经销商得知奥斯本即将推出新机器的时候，他们就敏锐地感受到了消费端需求的萎缩。经销商看着自己仓库当中堆积的奥斯本一型，意识到遇到了财务危机啊！一旦新机器上市，这个旧型号的库存将变成卖不出去的滞销品，或者只能亏本甩卖。为了规避不确定性的风险，各大经销商不仅立刻停止向奥斯本公司下新的订货订单，而且开始有各种理由要求退回那些尚未拆封的旧机器。短短几个星期内引发的连锁反应是致命的。奥斯本一型的销售经历了断崖下跌，业务几乎停滞，公司的现金流收入被切断了。但更为重要的是，你前端的销售停摆，但后端的供应链和生产线没有办法马上就停啊。奥斯本公司之前为了应对旺盛的客户需求，和各类零部件供应商签订了长期的采购合同，包括塑料外壳、显示器、微处理器等等。工厂里的流水线每天要运转，每天都在生产出新的奥斯本一型电脑，把它们堆放到已经爆满的仓库当中。一边是断绝的收入，另外一边是每天都在产生的生产成本和即将到期的供货商货款。奥斯本公司的资金链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拉扯到了极限。如果那个时候他在媒体面前吹嘘的下一代产品能马上交付，那也许还可以挽救危机。但此时亚当·奥斯本的嘴上的进度远远超出了工程进度，他向媒体描绘的新机器实际上还停在实验室的调试阶段。工程师在研发上遇到了棘手的技术瓶颈，新产品根本没有办法如期进行大规模量产。公司陷入了旧产品卖不出去，新产品交不出来的绝境。为了挽救濒临断裂的资金链，清理堆积如山的库存，奥斯本公司被迫采取了无奈的自救措施，就是降价。他们把奥斯本一型的价格从$1795降到了$1295，而此时市场已经失去了信任，消费者还在等你的新产品啊。随后继续降到了$995，这已经低于了机器的制造成本，但仍然无人问津。降价反而加剧了市场的恐慌，大家认为你这家公司快倒闭了，我怎么还能买你的产品呢？
1983年9月13日，距离亚当·奥斯本在媒体面前宣布新产品计划仅仅过去了几个月，这家曾经创造了便携式电脑逆势的明星企业正式向联邦法院申请了破产保护。这个因为提前暴露计划而导致公司覆灭的真实案例，在后来的商业管理学当中被专门命名为奥斯本效应。奥斯本效应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企业公关灾难的故事，它用一家明星公司的惨痛破灭向我们揭示了，当你向外界公布一个面向未来的计划的时候，你同时就贬损了当下的现实价值。在你的计划变成能够交付的事实之前，它应该只存在于你的构思、实验室或者记事本当中，但是你把它说出口的那一刻，它就变成了一个进入公共领域的市场信号。在这个信号的干扰之下，周围的人不再配合你当下的行动节奏，而是根据你未来描绘的蓝图，调整了他们自身的防御和逐利策略。这件事情给现代城市者的启发令人深思啊！我们在开启一项新事业、准备一个新项目，甚至只是换一份新工作的时候，往往都会犯类似的错误。我们总以为把未来规划的越清晰、越宏大，你却越能获得周围人的支持和资源的倾斜。但事实恰恰相反，在一个有多方利益交织的复杂环境当中，你说的越多，别人根据这些信息调整自身防御姿态的速度就越快。你的底牌一旦翻开，别人就有了针对你布局的时间和空间。在商业社会当中，真正的护城河不是靠技术壁垒或者是资金规模，而是信息的不对称。看清了商业维度的利益的及时反应，我们把时间线拉长，进入到更加幽暗复杂的历史和权力网络当中。2000多年前，法家及大成者韩非子在《说难》这部剖析人际游说和权力博弈的著作当中写了一段话：夫事以密成，予以懈败，未必其生泄之也，而与其所逆之事，如此者深微。韩非子说呀，事情之所以因为泄密而失败，不是因为你在主观上背叛了某个核心机密，或者告诉了竞争对手你的情报，而就是在你的高谈阔论乃至对未来的规划当中，你的言辞会无意间触碰到他人的利益诉求或者是内心的恐惧，而一旦触发了对方的心理防御机制，就会陷入到危险的境地。我们不妨翻开晚清的一段历史档案，看看曾国藩在面对人生最大危机的时候是如何通过缄默来化解死局的。时间来到1864年同治3年的夏天，历经10余年的血战，7月19日，曾国藩统帅的湘军终于攻破了太平天国的都城天津。这一刻，曾国藩的个人权力和声望达到了顶峰。据当时的兵部档案记载，此时的湘军系统已经膨胀到了一个惊人的规模，总兵力接近30万人，盘踞江南富庶之地，麾下将领不仅掌握着军权，还把持着各省的离经大权。但这正是他处境最凶险的时刻。在朝廷一方，以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欣为首的清廷中枢，对这支由汉人地主武装发展起来的庞大军队充满了深深的忌惮。清廷在湘军攻克天津的前后，就已经暗中做出了明显的军事和财政部署。朝廷调动了科尔沁亲王森格林沁的精锐骑兵，陈兵于鄂豫皖交界地带，对长江中下游形成威压之势。同时，江西巡抚沈葆桢等人开始以各种理由截留本该拨给湘军的军饷，防范的意图不言而喻。在湘军内部，将领们的心态也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这些将领跟随曾国藩出生入死10几年呀，如今大功告成，他们渴望裂土封侯，永保富贵。甚至更有甚者，据著名学者王凯运在《湘军志》的文献当中侧面印证，当时湘军内部不乏劝进、暗示黄袍加身的声音。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甚至派人给曾国藩送去密信，试探地写道：“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异乎？”他的弟弟曾国荃所统领的集字营更是骄横跋扈，对朝廷的指令多有违抗。此时的曾国藩面临着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他如果想要保全曾氏家族和整个湘军高层，
避免狡兔死走狗烹的结局，唯一的出路就是主动削减自己手中的权力，裁撤湘军。但在当时的局势下，如果曾国藩采取现代管理学当中提倡的沟通和协商机制，向部下宣布我打算立刻交出兵权，裁撤湘军的计划，会发生什么？湘军将领们常年征战所期盼的利益回报将瞬间化为泡影。一旦这个计划被公开讨论，将领们的利益防御机制会立刻被激活，他们可能因为恐慌失去现有的地位而发生兵变，甚至可能直接裹挟曾国藩造反。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有任何消息走漏到京城，清廷就会立刻判定湘军有变，从而下达围剿的命令。反过来，他如果向朝廷上书，长篇大论地表白自己的忠心，或者试图解释湘军内部的情况，同样也行不通。在权力中枢的逻辑当中，解释等于掩饰，过多的言语表态只会暴露你湘军内部的不稳定，加深朝廷的猜忌。在各方利益诉求相互冲突，所有人都处于高度敏感状态的节点上，任何关于未来计划的探讨、商议或者宣告，都会触碰韩非子所说的所逆之事。将领们隐藏的是对既得利益的贪婪，朝廷隐藏的是对汉族权臣的恐惧。曾国藩的应对方式是切断一切语言的宣泄和意图的交流。攻克天津之后，他没有举办任何形式的庆功大会来规划湘军未来，没有在私下游说核心将领，也没有向朝廷进行任何多余的情感表达，他保持了沉默。仅仅在拿下天津不到1个月后的1864年8月，曾国藩在没有和绝大多数湘军将领商议的情况下，直接向清廷递交了一道奏请裁撤湘军折。在这份奏折当中，他没有讨论任何宏大的政治格局，只是以最朴素的理由军赏告罄，弟弟曾国荃病情沉重为由，请求立刻将湘军最核心的战斗力曾国荃所统领的5万级字营全部裁撤。奏折递出的同时，曾国藩利用自己作为两江总督的行政指令，迅速筹措遣散费，分批将士兵发饷遣散回乡。为了防止哗变，遣散行动进行了雷厉风行，不给任何人留下反应的时间。曾国藩用行动就跳过了所有的计划、宣告、意见征询的环节。当湘军内部的将领反应过来的时候，准备为了自身的利益进行串联或者抗议的时候，最核心的部队已经被解散，木已成舟。当清廷的猜忌刚刚升温的时候，曾国藩已经主动削减了自己的威胁呀，用既定事实回应了所有人的猜忌。在复杂的利益网络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高度动态的。当你把一个尚未落实的计划说出口，你实际上是给所有的潜在的利益冲突者一个反应的时间窗口，你给了他们时间去衡量损失，去结成联盟，去设置障碍。曾国藩通过缄默剥夺了对手和潜在反对者的预判和反应的时间。他深知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不说各方的利益防御机制就休眠，你一旦开口，哪怕为了安抚，也会引发无法预料的连锁反应。如果说亚当·奥斯本因为提前宣告计划而毁掉了一家公司，那么曾国藩是因为彻底的沉默，保全了10几万人的性命和一个家族的延续。语言的边界在很多时候就是生存的边界。从实验室里的神经学数据，到硅谷破产的商业事实，再到晚清军政博弈的历史档案，我们看到，无论是面对我们自己的大脑，还是面对市场和社会网络，保持沉默、隐匿意图，都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自我保护机制。那了解了这些客观规律，我们最后再来看看，在我们这片土地的东方本土哲学当中，古人是如何将这种规律提炼为一种长久的生存和发展智慧的。在中国传统的认知框架当中保密不仅仅是一种人际交往的策略，它也认为是一种关乎个人能量生发、存储和转换的生命科学。翻开中国古代的群经之首《周易》，在系辞下当中有一句被历代大儒反复引用的名言：君子藏气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这里的气在古人的语境当中，不仅仅是说具体的兵器或者工具，
根据汉代经学家的注解，气涵盖了一个人的才干、谋略、底牌，那个没有成型的宏大的计划和心智产物。藏是动作的开端，也是一切变化的前提。那为什么要藏呢？我们可以从传统的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中找到依据。《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在论述自然与人体的规律的时候，将冬季定义为闭藏的季节。书中写道：冬3月，子为闭藏，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极夺。意思是说，在万物蓄逆的阶段，人应该保持温暖，不要让皮肤过度开泄出汗，以免体内的阳气被外界的严寒迅速夺走。中国古人观察世界的方式，往往是将自然界的物理的现象和人体的生理现象、心理活动进行同构。在古典哲学的语境当中，人的意念、计划和雄心都认为是一种内在的神气或者是心力，而语言就是这种神气向外发散的通道。当一个人反复向外界诉说自己的计划的时候，在古人看来，就像大冬天你敞开衣襟，大汗淋漓。道家的内丹学当中有一个核心概念叫神不外驰，意思是说，一个人的精神、意念和注意力如果总是向外发散，去追逐外界的反馈、认同或者辩论，那内在的生命能量就会迅速下降。在事情尚未具备成熟的客观条件，也就是周易当中所说的时还没有到来之前，我们的计划是非常脆弱的，经不起外界过多的审视，也经不起各种批评和建议的干扰。每一次和他人的探讨，本质上都在稀释我们对这件事的专注度。而把计划藏在心里面，就是人为的在精神世界当中为这个计划创造了一个闭藏的空间。所以古代的智者们用朴素的语言揭示了一个跨越千年的天机，就是把嘴闭上，把事藏住，本质上是遵循自然规律，完成自己的能量蓄积。那基于以上的这些客观事实和规律，在一个信息高度透明、人人都在追求被看见的社交媒体时代，我们该如何建立自己的信息壁垒，保护那些没有成型的计划呢？那基于前面讨论几个维度，我为你梳理了3个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操作法门。第一条准则是严格界定资源获取和情绪抚慰的边界。保持沉默并不是说我要切断社会联系，或者说我要闭门造车，因为我们需要外界资源的接入和协作，但是需要去区分哪些是信息交换，哪些是无谓的情感索取。比方说，我们需要投资人给我们投资，申请资金，或者去找合伙人的时候，我们需要向对方展示经过推演的商业模型和数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出让部分的信息，交换对方的资金、技术或者是渠道的支持，这是一种战略沟通，它的边界是很清晰，目标也是很具体的。但有的时候我们在深夜感到焦虑，或者计划初期就遇到了挫折，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倾诉欲。你想要向朋友全盘托出你的伟大抱负，仅仅是想听一句一定行。那这种沟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情绪上的抚慰和口头上的认同，这正是彼得·戈尔维茨教授在实验当中所指出的陷阱。这种情绪宣泄对推进计划没有任何实质性帮助，反而会让我们的大脑提前透支了社会现实带来的满足感，削弱我们真正去克服困难的心理动力。第2条准则是面对外界询问，我们灰度回应。因为在日常的人际交往当中，我们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亲戚、家人、朋友出于关心、好奇或者是窥探隐私的想法来打听情况。他会问你最近在忙什么呀？你未来有什么想法呀？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采用灰度回应，用一些缺乏细节的词汇来回答他。比方说，别人试图来打探我们的职业转型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最近还在看一些资料嘛，还在摸索。别人问我们的投资动向，可以说随便了解一下，大环境复杂，走一步看一步。那这种灰度回应，我们是在向对方释放一种安全的信号。当外界没有办法获取我们计划的高清全貌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对我们形成实质性的评价。他们也不会因为我们的雄心壮志而感到有一种自念受损、受到威胁的感觉。所以你是在为他们保密，而不是在为你自己保密。那第3条准则是
事成之后的利益和光环切割。假如你遵循的是以密成的这种法则，在沉默当中把事情给搞定了，成果搬在众人面前，当赞美和关注真正到来的时候，也是非常危险的时刻。因为我们取得了现实生活的一些突破之后，很多人会产生一种补偿的心理，试图向外界强调我当时怎么高瞻远瞩，我怎么在无人问津的时候忍辱负重。这种过度的自我标榜会迅速的引发周围人的失落感和潜意识的防备，人家就会想，既然你能在暗中筹划这么久啊，还不动声色，那你这个人城府太深了吧。这种认知一旦形成，你在未来的合作会面临更高的信任成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是主动稀释自己身上的光环，将成功的归因向外转移。我们都是行业大趋势的红利，感谢团队成员的付出。通过淡化我们个人的英雄色彩和谋算过程，我们一方面安抚了周围环境的这些不安的感觉，也降低了我们在一个人群当中被威胁的可能性。我们已经拿到里子了，就把这些面子让出去，为下一次我们新的这些计划提供安全的空间。我们聊了这么久，拼凑出了是以密成的全貌，但我想这并不是倡导一种充满城府、对世界处处戒备的一种暗黑的一种想法，而是在探讨如何在嘈杂的现代社会当中去保护好自己的生命体验和行动能力。现代学代表人物马丁·海德格尔就提出过一个论断，叫做语言是存在的家。在当前的数字时代，我们习惯了用语言去预演生活，把还没有发生的计划、对未来的期待变成了社交网络上的这些信息和饭桌上的谈资。在无休止的诉说当中，原本这些非常有力量的计划渐渐就消退成了语言的想象。我们沉浸在讲述的快感当中，却慢慢丧失了双手沾泥的耐心。那些能够保持沉默的人，并非没有表达的欲望，只是更加懂得珍惜存在的重量，明白有一些路只能一个人走，有一些真相只能用结果来回答。如果你此刻心中正孕育着一个重要的决定，或者一个期待已久的计划，我邀请你做一个简单的心理学干预动作。找一张纸，把这个计划的具体步骤以及你渴望因此获得的所有的成就感事无巨细地写下来。写完之后不要给任何人看，把它折叠起来锁进抽屉，或者夹在一个平时不会去看的书里面。在叙事疗法当中，这叫做外化与封存。通过物理上的这样一种动作，我们在心理当中为自己建立了一道边界，就把这种急于倾诉的动力和对未来的渴望，连同所有的不确定性，全部妥善地安置在了一个客观的载体上面，它们就不再四处发散，而转换成我们未来行动的一种力量感，去等待时间给出最终的答案。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番长谈为你看清了一些认知上的迷雾，或者让你在纷扰的信息当中找到了一处安静的角落，你可以将这些信息留在你的收藏夹当中，作为提醒自己保持缄默的一个心理锚点。如果有朋友正处在人生的蓄力阶段，也欢迎你将这份客观的规律分享给他们，这也许是现阶段对他们最好的支持。我是牧羊，以理性破译命运，用灵性抵达自在。感谢你的倾听，我们下期再见。